国民党，那你这个在野党太窝囊了。人家川普有在怕吗？西方最核心的价值，川普都可以彻底的推翻，说这就是拜登的愚蠢。这件事情国民党要学一学，你不要因为民进党长期的主导主流媒体跟论述洗脑，就对民进党不敢反抗。台湾不要这么的傻呀！乌克兰所有的命运全部川普跟普丁说了算，泽伦斯基你闪边站。所以未来川普会进行历史大交易，台湾会被怎么交易，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要高度关注的一个重点，千万不能够照民进党的路子去走啊，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川普最懂这一点，调转枪头，瓜分乌克兰。现在川普形势越来越困难，因为同时多线作战，国内重拳打击建制派、民主党，经济上照进的关税，发现吃瘪吃很多，俄乌又停不下来。但是把乌克兰这个 bug 给删掉，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整个川普逻辑的核心。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川普通话这个很严重，川普称跟普京通话之前，有关乌克兰和平协议的许多要素已经达成了共识，非常期待跟普京来做通话。我们将是否看能达成和平协议，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另外，乌克兰这边是一直指责普京在拖延战争，这个极力早就可以实施的。泽伦斯基啊，你当大家是白痴是不是？当初在战争出去停战协议回来之后，泽伦斯基手下的特务机构就把其中一个亲俄派谈判代表给干掉了，所以和谈完全给黄了。当然背后是英美不同意停战，所以今天泽连斯基跳出来说这个协议早可以实施了，因为他现在急需停战。乌克兰去入侵俄罗斯的库尔斯克，一度占领这么大一片，现在边境城上剩下1-2个据点，大概这2天乌克兰会完全被逐出俄罗斯领土不打紧。同一时间，俄军已经侵入到了乌克兰的苏梅州境内，现在正在往这个位置在切这个 H07 公路啊，彻底被赶出去俄罗斯了。这个时候才在喊停战，是笑话吗？现在俄军正在攻势时刻，他不会跟你停战的。所以事前川普放了一堆话，欧美媒体包括台湾的有些媒体在配合说普丁同意停战，鬼扯淡。普丁早就说了，没有永久的和平机制，乌克兰没有削弱到5万陆军，没有实质的让乌克兰无法再次发起战争，那是不会停战的。因为如果你从战争的角度来看，这里是占领的位置哦，俄罗斯不含克里米亚已经占领了将近20%的土地了。这个是卢甘斯克州，这个是顿涅茨克州，这个是扎波罗热州，这个是赫尔松州。你有没有仔细看到，像赫尔松州的州府不在他现在所控制的赫尔松州里面，扎波罗热州虽然占领了2/3左右，但是乌克兰的第4大城市扎波罗热市也不在俄罗斯的手里。所以普丁现在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要这4个州的完整领土，这事情就很严重了。那为什么要这4个州呢？尤其扎波罗热州跟赫尔松州，为什么？因为有了扎波罗热州跟赫尔松州，相当于是把整个第聂伯河的下游完全控制在俄罗斯的手上，就是把水给控制，因为第聂伯河的流量相当的大，甚至可能进一步要求敖德萨州，这个摩尔多瓦跟敖德萨这一块合起来就是以前的比萨拉比亚，这个俄国是透过武力从土耳其那边拿来，这个是俄罗斯人的血泪换来的，所以当地的俄罗斯族比例非常高。所以如果普丁也要这一区呢，代价很大，但这个事情是欧洲难以忍受，因为这样敢拿下去的话，那剩下一个马卡耶夫这个小港，欧洲人就几乎失去所有海岸线，而且2港不见了。所以乌克兰当然目前来说很难接受，可是问题就是形势不在你这边，因为当普丁跟川普2个直接通上话的时候，再次形成一个问题，就是你乌克兰没有权利上桌，所以这个通话对于目前的乌克兰来讲是非常要命的。所以这就回到了3分乌克兰那件事，乌东4州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再加一个根本就不可能拿回来克里米亚岛，形成一个缓冲带，这个叫做完全并入俄国领土。那俄罗斯付出的代价就是从他在哈尔科夫州跟苏梅州占领的土地退兵出去，可是现在越来越难了。那在中间建立一个缓冲国，叫做 Pro-Russia State Formation， 就是建立一个亲俄的国家实体。这里中间这一块以基辅、第聂伯河过去为中心，形成一个被阉割的状态，这就更清楚为什么俄罗斯一定要把赫尔松
松跟扎波罗热这2州拿到完整，因为这2州刚好地跨第聂伯河两岸，会扼控第聂伯河的河港出海，也就是它完全控制住你的出海港。你说那这不是还有一个敖德萨吗？问题敖德萨受到克里米亚半岛的监管，所以乌克兰会从一个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国家，先损失20%的领土，萎缩到48万平方公里，进一步变成一个半内陆国。然后左侧这里离俄罗斯最远，也深入到欧洲，叫做争议领土，基本上可能是波兰或其他国家来代管，借此来跟波兰维持一定的和平。这个事情能不能谈成，这个是一个状况。为什么川普这么着急着要达成双普通话，甚至原本在2月的时候甚至一度传出双普见面？原因很简单，川普上台之后他打着反建制的旗帜，所以他要一面对抗国内的建制派。建制派是谁呢？就是川普跟马斯克口中所谓的 Deep State 深层政府。其实深层政府就是所谓的传统官僚系统，加上跟传统官僚系统紧密结合的民主党。民主党从雷根之后执政的时间远比共和党还要长，而且一直以来除了小布希第2任加上川普的第2任有过共和党完全过半，所以民主党其实在整个公务员系统整个国家体系里面具有长久的优势跟占领，再加上他们推广DER，让更多民主党价值的人在政府里面来服务嘛，所以民主党常年出现一个状况，他的普选票一定会赢，他在政府里面有更多的公务人员来支持，这个就是所谓的川普劣势。那传统的共和党建制派他们以为他们还可以在跟民主党建制派和平相处，可是随着共和党选举越来越无力化，没有办法去突破民主党的壁垒，而川普是突破了这个壁垒，尤其第2次选举，所以川普很着急要调转这个结构，才能把他的 MAGA 派系占据美国的优势啊。那要占据这个优势，他就必须要多面作战，所以他既要调动选民的情绪，面对他的深层政府，还有一个问题，美国已经濒临国债要违约的一个境界了，再印下去美元是越来越稀微，因为美国国债实在是太恐怖了。所以当人们开始对这些问题提出质疑的时候，那川普的说法就成功了嘛。我们要了解到一个关键，这里有一杠特别的高，这就是拜登发债。川普搞砸了疫情的核心并不是疫情搞砸，而是经济搞砸。最后川普想到要发债，所以他开始放水，但是水还来不及放就选举了，所以最终拜登胜选了。拜登接手了川普的摊子之后，放水放得更厉害了，放爆了。结果过去4年有大量的美国国债所积累出来的财富到老百姓手中，然后沉淀在他的存款里面。可是到了拜登后期又开始转烂，虽然看起来数据很漂亮，全世界上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啊，失业率低，高利率，股票高涨，频频破新纪录，还有高通膨，哪有这种事情？那这个巨大的债款的结果，就是当拜登到了最后的时候，美国的经济账面数据很漂亮，但是老百姓破产的一塌糊涂，这中产返贫现象。所以这个形势就是川普所焦虑的，中产在破产，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需要进行巨大的改变跟转换，一直赖给拜登不是办法。所以他必须在短期之内赶快把国际地缘政治重新导到一个定点，这就是他双普会所交集，他也必须赶快进行调整，而这一大堆的调整必须赶快让他的整个国际地缘政治拜登格局赶快结束，赶快开启川普时代，所以他才会180度的调转枪口，直接把泽连斯基打死在现场，看看能不能重新定位。而这里面最大的关键就是俄乌之战，所以川普如果停了俄乌之战，很可能真的捞个诺贝尔和平奖，那拜登就是废物啊，贺锦丽就是废物啊，你民主党就是废物啊，他的声望就得到空前的巨大，这是他要的嘛。所以从政治形势上，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川普最懂这一点了。你现在天下就是要给你调转枪头，整个欧洲乱成一团乱，又怎么样？所以美国副总统 JD Vance 跑去欧洲，把欧洲佬全部骂了一顿，川普心里面吃下了定心丸，欧洲人只会哭哭啊。所以川普得到一个很直白简单的结论，加速推进瓜分乌克兰进程，所以进而爆发了川基闹剧。川普底气在哪里？他知道欧洲是一群废物，只要把乌克兰分了，欧洲那群死哭哭啊，还是会跟着我啦。而且把乌克兰分了，俄罗斯的威胁就直接紧邻欧洲的门口，距离德国只差一国之遥。德国是欧洲的核心国，乌克兰就像一把利刃插在欧洲的心窝上，尤其是疑心病最重的波兰，只要波兰3不5时发作一下，欧洲是不得安宁。所以结果就是我只要分了乌克兰，再粗暴也无所谓，让普丁吃了乌克兰吃的越难看越好，只要保障我的利益，把矿给分了，我要的钱我拿回来可不可以？可以 OK 结束。
最后只有2种可能，除非德国再来一个梅克尔，但以德国现在那么激化，极右翼支持我们就必须反对。没错，你没听错，就这样，在德国政坛上就是这种政治正确，完全的意识形态化了，恢复不了。所以结论就是让欧洲人吓得尿裤子，更抱紧美国大腿。这是川普看穿这些老欧洲绅士的结果。而且现在川普形势越来越困难，因为他同时是多线作战，国内重拳打击建制派民主党，经济上照进的关税发现吃瘪吃很多，一大堆国家都反他，俄乌又停不下来，但是把乌克兰这个 bug 给删掉，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整个川普逻辑的核心。普丁至少迟到半小时起跳。第一个，川普还真的等他，而且川普没有一句怨言。再来，通话双方都同意这场冲突必须以持久的和平结束。重点这是外交辞令，不是只是暂时停火。暂时停火就像现在以巴又开打了，所以本质这2个冲突是不一样的。但另外声明里面，俄乌冲突不应该开始，而且早就该以真诚和善意的和平努力结束。2位领导一致认为，实现和平将从能源和基础设施的停火开始。另外呢，要实施黑海的海上停火，那全面停火和平进程的技术谈判，接下来将回到中东展开，所以看起来又是会回到沙特。另外，双方领导人也认为美俄双边关系的改善将带来巨大的一个好处。另外，还会进一步讨论阻止战略武器扩散的必要性，尽可能跟其他国家合作，确保广泛的实施。那双方领导人一致认为，伊朗永远不应该拥有摧毁以色列的能力。另外，俄乌将交换175名的被俘人员，30天内不攻击基础能源设施之外，还有俄罗斯强调俄乌关键问题是停止对乌克兰的军援，包括情报的支持、外国军事援助。另外，俄方称如果乌克兰的军队投降的话，会给予人道的待遇。然后，黑海航运安全倡议已经在进行当中。另外，美俄会加强双边合作及全球安全的协作。这个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又变好朋友了。丽文姐你怎么看？第一个，你看看人家川普，他有因为全世界主流媒体、西方媒体排山倒海、滴水不漏的支持乌克兰、黑化俄罗斯，所以川普就不敢去支持俄罗斯吗？他多么有霸气，直接彻底的推翻跟否定所有全世界主流媒体的论述，说这是一场错误，一开始就不应该开始的战争，乌克兰毫无机会。甚至川普的儿子还说，要支持也是要支持俄罗斯，怎么会去跟乌克兰站队呢？这件事情国民党要学一学。你不要因为民进党长期的主导主流媒体跟论述洗脑，就对民进党的很多的论述开始跟风，不敢反抗，那你这个在野党做的就太窝囊了嘛。那如果你什么都要跟着民进党一样，这中间就没有区隔啦。你看看人家川普，西方最核心的价值，川普都可以彻底的推翻，说这就是拜登的愚蠢。人家川普有在怕吗？回过头来，川普跟普丁打电话，最严峻的讯息就是没有你泽伦斯基讲话的份。所以为什么泽伦斯基说我在这里，你们要让我参加，你们要听我说什么？人家就这么粗暴。泽伦斯基到白宫去，直接被羞辱，扫地出门。然后民进党的人就跟泽伦斯基的支持者一样，说泽伦斯基是英雄，泽伦斯基可以到白宫去，可以面对川普。那现在我们的民进党是不是跟泽伦斯基的支持者一模一样，说魏哲家英雄伟大，可以在白宫跟川普站在一起？这种唾面自干不得不佩服。那你可以看到普丁很厉害，他在面对美国的时候不但不卑不亢，他还难怪普丁在俄罗斯里头有这么高的支持度。那台湾呢？当川普揭开了真正的现实的时候，台湾就傻了。现在跟到如此，乌克兰所有的命运全部变成是川普跟普丁说了算。泽伦斯基你闪边站，那泽伦斯基如果参加的话，他一定是搅乱嘛。想也知道，那普丁根本觉得你泽伦斯基没有资格跟我上谈判桌啊，因为你根本没有民意基础啊。你现在做乌克兰的领袖也是完全是非法的，多惨啊！台湾还看不懂吗？你可以看得出来，普丁绝对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他这场战争的过程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高度克制，谨守他发动这场战争的政治宣誓。他绝对没有
超越，所以他不会染指基辅，他也没有在欧洲的重重挑衅之下去动用核武。这个战争里头还有把中东伊朗扯进来，所以啊，你要知道这种全世界大国博，那台湾，哎呀，不要这么的傻呀，千万不能够照民进党的路子去走啊，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而且本来沙特就被美国总统拜登定义为贱民国家，结果川普上来之后，每一次俄乌主要会谈都跑到沙特阿拉伯，所以我真的觉得关于伊朗的那个协议，很明显就是重新承认俄罗斯在中东的特殊地缘位置，而且代表美国绝对不会对伊朗动手。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事情相当于值得我们来警惕啊。其实整个中东，包括到整个俄乌，这里面最大的关键就是国际地缘政治变幻莫测，还有它整个的风向的改变，不是说你用意识形态可以去阻挠的，最后回过头还是比拳头大。但是比拳头大里面，它还是有一些小国可以去经营的空间。可是当你一面倒的，你直接去制裁俄罗斯，你到底是谁啊？就民进党政府真的太伟大了。就想联合国里面现在很明显分成上3场跟下2场，本来这个只是大陆虾米的段子，可是从这场战争打到现在，态势真的很明显。但上3场现在中国跟俄国是完全站在一起，然后对你民进党抱有敌意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很可怕你可以看到，在经过了俄乌战争之后，普丁对欧洲整个断念了，所以他开始往东看，了解到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具有绝高的战略价值，所以开始跟中国展开了各方面的合作。当然也因为北极的战略位置现在高度的提升，所以在这方面俄罗斯开始正视到中国的重要性。那中国呢，还是一样坚持着不结盟、不介入任何国家内政最高指导原则。所以这中间呢，乌克兰的战后有很多他也想要求助中国，那因为乌克兰也是中国的粮仓之一，没错。所以中国大陆有很多的筹码。我们接下来关心的是川普跟习近平的谈话。那台湾当然对中国大陆来讲，对习近平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所以未来这个地表上的2大领导人，中国美国见面的时候，他会谈全世界重要的战略，还有重要的很多的事情，他都必须摆到台面上来谈。所以我才会说川普会进行历史大交易，而他跟普丁的交易还不到历史的大交易当中，他真正的历史大交易是跟习近平要进行的。所以台湾会被怎么交易，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要高度关注的一个重点。那这也是川普要历史留名真正的核心在这里。